大家想要的核桃排我终于做了。什么？你们不会以为这些黑乎乎的就是吧？当然不是，这些只是失败品，我就是想给你们看看我做了多少。这些才是最后的研究成果。核桃排由2个部分组成，下层是猪油做的面团烘烤而成，上层是以核桃为主，用一些辅料把核桃粘住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组成。我居住的地方北京和天津都有核桃排，有人告诉我天津的核桃排好吃，所以我就特意去了一趟天津，买了桂顺斋的核桃排。够用心吧朋友们，值不值得你们给个赞呢？嘿嘿。因为2家都是老字号，所以我直接称他们为2老。经过对比，这2老的饼底配方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区别就是一个烘烤的时间短一些，一个烘烤的时间长一些，所以一个软一些，一个酥一些，但是上层的口味各有千秋。道老师家的核桃应该是用蛋白糖霜加可可粉把核桃粘在一起的，烤完以后表面可以形成一层脆脆的壳，缺点就是特别的甜。桂老师家的应该是用糖浆把核桃和山楂糕粘合在一起的，饼底还有葡萄干，吃起来口感很丰富，酸甜口挺好吃的。缺点是核桃香味不足，被山楂糕给抢了。刚开始我想把2家的都复刻出来，但是都要大量的糖。思考一番，我觉得既然自己做，肯定大家是想以低糖为主，所以就是结合这2老的样子和味道，我做了一个幸福村核桃排，特点就是低糖香酥且做法简单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猪油加糖搅打均匀，然后再加入全蛋液搅打均匀。如果你不喜欢用猪油，也可以用黄油或者黄油猪油各一半，用黄油吃起来会像饼干，用猪油吃起来会像桃酥。小苏打给它加1克的水和弄匀了，然后再放进去。用猪油就一定要放小苏打，一个是起到酥松的作用，还有一个我感觉它是可以去掉猪油的腥味，烤完以后就不太能吃出猪油的味道。把小苏打搅打均匀，然后就加入中筋面粉，我用的是鼎贝的中式糕点粉，也可以用1半高筋粉和1半低筋粉，我觉得这样的话筋度比较均匀一些。然后再加入葡萄干搅拌成团。如果是用黄油做，最后揉好的面团会比现在猪油的这个面团更软一些，但是也不需要再额外添加面粉了。然后就给它放在模具里压平。这个面团适用的模具是20×15厘米的模具。如果没有这个大小的模具，可以用450克的吐司盒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饼底压平以后，用叉子插一些洞洞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做上层的核桃馅儿，这个上层的核桃馅儿着实让我费了好几番功夫。道老师和桂老师家的都是要用大量的糖来粘合核桃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尝试减糖，减太多粘不住，减少了也还是甜。后来我就想到了表层做一个核桃蛋白酥饼，加一些面粉替代糖粉，这样烤完也是很香酥的，但是甜度减少了很多很多。做法也很简单，黄油融化，然后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拌匀，最后再加入核桃拌匀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核桃糊倒在最上层铺平，其实也可以不放可可粉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想放1颗可可粉。放到烤箱的中下层，上火150，下火160烤30分钟。烘烤的时间我给你们看看稻香村的这种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就是蛋清加大量的糖粉和一丢丢的可可粉给它们拌匀。当时我做的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我多加点可可粉它就不会太甜了，但是这样还是自己骗自己，甜度是降低了，可是还是吃进去很多糖。这样做好一个蛋白糖霜，然后把核桃都平铺在表面，再把这个蛋白糖霜挤在上面去烘烤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出来也挺好吃的，也很香酥，但就还是甜。桂老师家这种是熬一个糖浆，基本上跟琥珀核桃差不多，那又要开火又要烤还要熬，我觉得更麻烦，所以我就没有尝试。这个核桃排烤好以后呢，就趁热给它拿出来，然后切开。可以给它倒扣过来切，这样能好切一些。切饼底的时候你可以拉锯式的切，然后切到核桃那块快速的下刀，这样核桃就不容易切碎。不瞒你们说，就这一步切我也是做了3回才琢磨过来的。如果你想吃松软饼底的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如果你想吃酥一点的，那就把它放在烤箱里再烤一烤。我是又用120度风炉烤了30分钟，没有风炉的话可以用130到140度烤20到30分钟。其实我觉得还是再烤一下更好吃，烤到最外层吃起来酥酥的，里面有点软，这样口感上还有个对比更好。上层的核桃吃起来香酥脆，下层的饼底吃起来是外酥内软，这样合起来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而且关键的是它也不是很甜。还有一个烤法，如果你想把底下烤透了，就是吃起来像桃酥一样特别的酥，那就饼底做好以后先去烤，用150度烤20到30分钟，烤到表面都金黄了，然后再放上核桃馅儿，然后再放到烤箱里用130到140度烤30分钟左右。这样吃起来就是上下都酥酥的。如果你用猪油做的，下边就是桃酥的口感；如果你用黄油做的，下面就是酥饼的口感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